愚人节那天啊，老美真给全世界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憋了半个世纪的阿尔忒尼斯2号总算上天了。结果呢，马桶罢工，通讯失联，连保命的隔热罩都是带伤上阵。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出奋发图强的太空惊悚剧啊，给你从里到外扒个底朝天。最近这几天啊，各位是不是都被一条冲上云霄的新闻给刷屏了？没错，就在4月1号，老美在那肯尼迪航天中心，在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终于把他们那个难产了不知道多少回的宝贝疙瘩太空发射系统大火箭托举着猎户座飞船给发射成功了。这次执行的任务啊，名字呢听着特别高大上，叫阿尔忒尼斯2号载人绕月。各位，这可不是小事啊！自打1972年那个至今还充满争议的阿波罗计划落幕之后，这可是美国人时隔整整54年，再一次把活生生的人往月球那个方向送啊！这按理说全世界都应该给点掌声，对吧？但是我得给你泼盆冷水啊！这个事儿从点火那一刻起啊，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子荒诞的喜剧色彩。为什么？你瞧瞧这个日期啊，4月1号，好巧不巧，偏偏选在西方的愚人节这天。而这场承载着美国重返月球巨大野心，甚至可以说是赌上了美国航天100年国运的任务，活生生被这帮 NASA 老爷们儿演成了一出漏洞百出的太空惊悚片啊！那更让全世界看客笑掉大牙的是啊，这个飞船刚一入轨，还没等看见月球的影呢，竟然又上演了让美军颜面扫地的马桶危机啊！咱们先说这个阿尔忒尼斯计划啊，作为美国重塑航天霸权的面子工程啊，这个2号任务原本呢可是拍着胸脯啊，要保证在2024年发射的。结果呢，这几年啊，咱们看新闻啊都看麻了，什么火箭测试不是漏油就是死机，发射日期啊跟那皮筋似的，一拖再拖，硬生生从2024年拖到了2025年，最后蹭到了2026年春天。好不容易啊，赶在愚人节这天勉强上天了，你以为这下能王者归来啦？太天真了！大伙儿回想一下啊，1968年那阵子啊，老美的阿波罗8号那可是实打实的绕着月球整整转了10圈啊！那个时候什么条件？那是连个相应的计算器都没有，全靠工程师啊拿着计算尺在那个纸上划拉的年代。结果到了今天呢，2026年了，你手里面随便一个几千块钱的智能手机，那个算力啊，都比当年整个阿波罗控制中心啊都要强出几百万倍。可是就在这种降维打击的技术加持下啊，阿尔忒尼斯2号它居然连个完整的进月轨道都不敢进。那按照 NASA 现在的怂包计划，这个飞船飞到月球的附近，连个完整的圈都不绕，仅仅是略越半圈，最后就得赶紧借着这个月球引力掉头往地球跑。这叫什么绕月啊？这顶多叫月球擦边一日游。这不仅让全世界都在犯嘀咕，50多年前你们可是开着登月车在月球上飙车的呀，怎么过了半个世纪，科技都翻天地覆了，你们反而连飞一整圈都力不从心啦？这技术到底是进步了，还是跟那螃蟹似的一步一步往后退啊？这其中的玄机啊，真的让人细思极恐。如果说路线缩水只是视力不行，那飞船上发生那些烂事啊，简直是丢人丢到外星去了。这个飞船刚升空没多久，麻烦就接踵而至。其中啊，最让宇航员想找个地方钻进去的，就是那场马桶大崩盘。飞船刚绕着地球转了没2圈，宇航员就急火攻心向地面呼叫休斯顿，我们摊上大事了，厕所故障灯闪得我眼睛都瞎了。地面控制中心一查，好家伙，由于系统故障，太空马桶的尿液收集风扇死卡住了。各位，你得脑补一下啊，这可不是在咱们家里啊，在太空那种失重环境里，如果没有这个风扇产生吸力，排出来那些废弃物它不往下走啊，它就会像水母一样在这个舱里到处乱窜啊。更要命的是啊，这次任务啊要在这个天上待10天啊，4个大活人，要是这个马桶修不好，难道真要在这个几十亿美元的舱房里玩躲猫猫吗？情急之下，宇航员只能启用了应急尿袋。结果过了没几个小时，女宇航员绝望的报告，尿袋满溢了。紧接着，飞船舱内响起了刺耳的漏液警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在一架代表着人类最高科技的宇宙飞船里几个身价级的顶尖宇航员啊，正手忙脚乱在空中追逐捕捉那些四处飞溅的黄色液体。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我都不敢大声说了。虽然最后折腾到深夜总算是修好了，
但是这个事儿吧，它透着一股子邪气啊。前阵子美国那艘核动力航母福特号就因为马桶堵塞被全世界笑话，现在飞船呢又来这一出，我就纳闷了，老美现在连个马桶都整不明白啦，这是八字犯冲，还是整个工业体系的零件精度已经烂到根里了？马桶危机还没完啊！飞船升空51分钟的时候，真正让所有人心脏骤停的事发生了，飞船失联了。当时地面控制中心能发出指令，但是死活收不到飞船传回来的数据，宇航员的声音也瞬间消失了，雷达屏幕上那个代表着4条人的数据框瞬间变成一片死寂。这可是载人航天啊，在太空里信号就是生命线，哎，你如果断联了，你就是那个宇宙里漂浮的一地尘土，救都没法救啊。当时 NASA 的工程师啊，估计后背都湿透了，最后终于查出来了，说是这个卫星系统配置异常。哎呦喂，老美啊老美，这种人命关天的配置，你们在发射前都不带复检的吗？这种低级错误啊，简直是在拿航天员的命当儿戏啊！这还不算完啊，飞船入轨后供水阀门又出了问题，宇航员们还得自己拿着扳手去抢修。网友都说了啊 ，NASA 下次发射别带科学家了，直接带个超级马里奥上去吧，人家那才是专业的管道工。听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小兰，老美又不傻，这个飞船这么多毛病儿，哎，为什么非要顶着风险强行发射呀？等修好了再发不行吗？这就是我今天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的地方，因为他们怕了呀，他们怕这个中国航天捷足先登。咱们看看发射前的惊魂1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就在点火倒计时的60分钟里啊，毛病是一个接一个呀。飞行中置系统报警，逃生系统电池数据错误，最吓人的是它竟然出现了液氢泄漏。各位，液氢啊，那是几十吨的高危易爆的玩意儿啊！哎，一旦着火，整个肯尼迪中心啊都能给你抹平了。那按照航天红线，出现这种问题啊，必须得立刻停下来啊！可是 NASA 干了什么？在面对延期了4次的舆论嘲笑下，在白宫那个一直要赶在中国前面的死命令下，他们选择了最疯狂的一种方式，盲目点火，直接赌命。他们把安全规章扔进垃圾桶里，完全不顾那4个宇航员的安全啊，强行把这艘带病的飞船送上天。这哪是科学探索啊，这分明是亡命徒的俄罗斯轮盘赌呀！但这所有的故障加起来啊，都比不上那个藏在飞船底部的终极杀手——热防护罩。那早在1号飞船进行无人测试返回的时候，工程师检查发现啊，防热罩出现了严重超出预期的磨损，上面有100度式脱落，还有深不见底的烧穿痕迹。各位，防热罩是干嘛用的？飞船从这个月球回来啊，撞进大气层的时候，速度是32马赫，什么概念？比那个最高级的超音速导弹还要快好几倍，表层温度会瞬间飙到2700度啊！铁块子在那儿1秒钟都变成蒸汽了。宇航员能不能活命，全看飞船底下那层薄薄的保命符。那既然发现有裂纹，为啥不换呢？ NASA 算了一笔账啊，换一个呢要砸几十亿美元，还得耽误整整1年的时间。现在的 NASA 最缺的就是时间。于是呢，他们就找了一堆所谓的专家搞了个看起来很美的评估，然后脸不红心不跳的宣布，虽然破了点啊，但凑合能用，飞吧。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气得美国国内有良心的老航天员啊，直接在媒体上破口大骂。大家还记得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是怎么没的吗？当时就因为掉了一块公文包大小的隔热瓦，结果返回的时候超高温等离子体一灌进去，7名航天员在几百万高空直接烟消云散了。现在 NASA 正带着4名航天员重演那场赌命的悲剧。说到底NASA 为什么这么疯？根源就在于他们内心深处那种无法掩饰的月球焦虑。这几年呢，中国航天那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无人绕月到月背着陆，再到月壤返回，咱不吹牛皮每一步都踩在那个点儿上。现在外媒都在预测，中国2030年前准能载人登月。这个预测直接戳中美国人的肺管子。如果中国真的率先上去了，老美这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太空垄断就会彻底崩了。更要命的是，全世界都会戴着有色眼镜去重新审视当年阿波罗登月的真相，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绝对无法承受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急了，单次发射41亿美元，美国现在的工业基础1年只能造出1枚这种大火箭，他们输不起，更等不起只能拿着宇航员的命去抢那一点点虚无缥缈的先机。
现在这4个宇航员哪是在执行任务呀？他们是坐在一个随时可能会炸裂的太空高压锅里，陪着美式霸权进行最后的谢幕表演。当飞船结束任务，以32马赫的速度撞向大气层的时候，那个满是裂缝的防热罩真的能保住他们的命吗？说实话啊，聊到这儿，我这心里都没有底儿，只能祝他们好运了。